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陈浩，你老婆怀了我的孩子。万达商城开业庆典上，我正在台下默默清理着垃圾。总经理王志强突然凑到我耳边，轻声说出这句话。我手中的垃圾袋掉在了地上。台上，我的妻子林雨欣正穿着一身职业装，作为商城的销售总监，向台下的宾客们介绍着商城的经营理念。她的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小腹微微隆起，已经怀孕3个月了。王志强拍了拍我的肩膀，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兄弟，别怪我，是你老婆主动的。她说你一个清洁工，配不上她现在的身份。我看着台上光鲜亮丽的妻子，想起了5年前她还在为房租发愁时，是我倾尽所有帮她渡过难关。那时候她说，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人。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王志强点了根烟，悠闲地吸了一口。你1个月3000块的工资，他1个月3万的收入，你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台上的林雨欣正好看向我们这边，她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1秒，然后迅速移开，仿佛看到了什么肮脏的东西。王志强察觉到了他的目光，对着台上挥了挥手。林雨欣立刻露出了温柔的笑容，对着他点了点头。看到了吗？这就是差距。王志强弹了弹烟灰，不过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他的。等孩子生下来，我会让他和你离婚，然后娶她做我的第2任妻子。我紧紧握着拳头，指甲都陷进了肉里。你不说话，是不是默认了？王志强笑得更加得意，这样最好，大家都是明白人，没必要闹得太难看。台上的庆典还在继续，林雨欣正在宣布商城正式开业，掌声雷动，彩带飞舞，所有人都在庆祝这个新的开始，而我却感觉自己的世界正在坍塌。王志强说完这些话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角落里。周围的宾客们三三两两地聊着天，偶尔有人看向我，眼神中带着一丝同情或者鄙夷。我知道，关于我妻子和王志强的传闻，在这个圈子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只有我这个当事人一直被蒙在鼓里，或者说，我其实早就有所察觉，只是不愿意相信罢了。林雨欣最近3个月经常加班到很晚，手机也总是设置成静音模式。她说是因为商城开业前工作太忙。我选择了相信。当她告诉我怀孕的消息时，我激动得一夜没睡。我以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没想到却是另一个男人的种。庆典结束后，宾客们开始陆续离场。我机械地收拾着会场的垃圾，心情沉重得像压了一块巨石。林雨欣和几个同事站在不远处聊天，她时不时地看向我，眼神中带着一丝愧疚，但更多的是厌烦。雨欣，你老公还在那里收垃圾啊？一个女同事的声音传了过来。你现在是销售总监了，他还在做清洁工，这差距也太大了吧？是啊，你们当初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另一个同事附和道。林雨欣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感情的事情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话是这么说，但是现实很残酷啊。你看看人家王总，年薪100万，开着奔驰，住着别墅，多有成就感。就是啊，女人还是要找个有能力的男人，这样才有安全感。林雨欣没有再说话，只是沉默地听着同事们的议论。我站在不远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一样割在我的心上。突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是一条短信，发件人是刘秘书。
陈总，明天上午10点，万达集团总部董事会议，请您务必出席。我看着这条短信，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5年了，我在这个身份里躲藏了整整5年。我以为可以和林雨欣平平淡淡的过一辈子，没想到他却给了我这样的惊喜。既然他选择了背叛，那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了。我拿起手机，给刘秘书回了一条短信：明天我会准时出席。另外，帮我准备一下万达商城的收购资料。发完短信，我抬头看向还在和同事们聊天的林雨欣。明天他就会知道，他背叛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收拾完会场，我推着清洁车走向电梯，路过林雨欣身边时，他突然叫住了我：陈浩，等等。我停下脚步，转身看着他。他走到我面前，脸上带着复杂的表情。今天辛苦了。他的声音很轻。你先回家吧，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什么事情？我明知故问。就是工作上的事情。他有些心虚的避开了我的眼神。王总要和我们几个主管开个小会。我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我知道今晚他又不会回家了，而我也要为明天的表演做好准备了。回到家，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林雨欣的照片出神。那是我们的结婚照，她穿着白色婚纱，笑得很甜很纯真。那时候的她还会为了几百块钱的房租而发愁，还会在深夜里抱着我哭泣，说害怕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子。我记得那天晚上，她哭着说：陈浩，如果有一天我有钱了，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好。我轻抚着她的头发，承诺道：傻瓜，我们会一起努力，一起变得有钱的。可是现在，当他真的有钱了，变成了人人羡慕的销售总监时，他选择了背叛。手机又响了起来，是林雨欣发来的微信：今晚不回来了，你早点睡。我没有回复，而是打开了另一个聊天界面，那是我和私人助理刘明的对话。刘明，帮我查一下王志强和林雨欣的开房记录。好的，陈总。还需要查什么？把万达商城这5年来的财务报表也发给我，我要看看他们都做了什么。很快，刘明就把资料发了过来。看着手机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我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王志强不仅和我妻子有染，还在万达商城的经营上动了手脚。他利用职务之便，把商城的优质资源都转移到了自己名下的公司，短短2年时间就侵吞了上千万的资产。而林雨欣作为销售总监，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他不仅没有阻止，反而帮着王志强隐瞒。我继续翻看着资料，越看越心寒。原来这2年林雨欣业绩突飞猛进，不是因为他能力有多强，而是因为王志强把其他人的客户资源都给了他。那些和他一起入职的同事，不是被调到了边缘部门，就是被找各种理由辞退了，而他则在王志强的扶持下一路青云直上。我想起了那些被辞退的员工，他们离开时眼中的不甘和愤怒。当时我还为林雨欣的成功感到骄傲，现在才知道，那些成功都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手机里又传来了新的消息，是王志强和林雨欣的开房记录。从3个月前开始，他们几乎每周都会在同一家5星级酒店开房，时间、地点、房间号一清二楚。我关掉手机，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5年前，我为了追求林雨欣，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我以为爱情应该是纯粹的，
不应该掺杂金钱和地位的因素。于是我伪造了身份，以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我们相爱，结婚，我以为找到了真爱。为了维持这个谎言，我甚至真的去做了清洁工，每天拖地、倒垃圾、清理厕所，只为了让他相信我真的是一个普通人。这5年来，我看着他一步步走向成功，内心充满了欣慰。我以为他是因为自己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就，没想到却是因为出卖了自己的身体和良心。我睁开眼睛，拿起手机给刘明发了条消息：明天董事会后，我要见王志强。好的，陈总，需要我安排什么吗？不用，我自己会处理。发完消息，我走到阳台上，看着万家灯火的城市夜景。明天就是这出戏的中场了。夜里2点，林雨欣回来了，她轻手轻脚地开门，以为我已经睡了。我装睡躺在床上，听着她在卫生间里洗澡的声音，水声响了很久，她大概是在洗去身上的味道。她爬上床的时候，我能闻到她身上沐浴露的香味，很浓很浓，像是要掩盖什么似的。陈浩，你睡了吗？她轻声叫我，我没有回应，继续装睡。她在我身边躺下，隔着一段距离。以前她总是会贴着我睡，现在却像是在刻意保持距离。对不起，她在黑暗中轻声说道，声音里带着颤抖。对不起，陈浩。我知道她在为什么道歉，但这声对不起来得太晚了。我感觉到她在哭，肩膀一抖一抖的。她大概也知道这一切都瞒不住了，但是既然选择了背叛，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第2天早上，林雨欣起得很早，她站在镜子前化妆，动作很轻很小心，生怕吵醒我。我透过缝隙看着她，发现她的脸色很憔悴，眼睛有些红肿，显然昨晚哭了很久。她化好妆后，走到床边看了我一眼，然后亲吻了一下我的额头。陈浩，我爱你。她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爱你。说完，她就离开了。等听到门关上的声音，我才睁开眼睛。我爱你，如果真的爱我，怎么会怀上别人的孩子？我起床洗漱，然后换上了衣柜深处的那套意大利定制西装。这套西装我已经5年没穿过了，但依然合身，依然展现着它应有的价值。镜子里的我，瞬间从一个普通的清洁工变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是时候找回真正的自己了。上午9点半，我准时出现在万达集团总部大楼门口。保安看到我时，先是一愣，然后立刻恭敬地鞠躬。陈总，你好。我点了点头，径直走向专用电梯。电梯里，我看着镜面中的自己，5年的隐藏，让我几乎忘记了作为万达集团董事长的感觉。5年前，我创立万达集团时只有25岁，被媒体称为最年轻的商界新星。那时候的我意气风发，以为自己可以征服整个世界。但是成功带来的不只是财富，还有孤独。无数女人想要接近我，但我分不清她们爱的是我这个人，还是我的钱。直到遇见林雨欣，那个在小咖啡厅里兼职的大学生，她的纯真和善良深深吸引了我，让我决定隐瞒身份，以普通人的身份去爱她。现在想想，当初的我真是太天真了。电梯到达顶层，董事会会议室的门已经为我打开。刘明站在门口，看到我时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陈总，欢迎回来，辛苦了，这5年让你带我处理这么多事情。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是我应该做的。刘明递给我一份文件，
这是您要的万达商城的详细资料，包括王志强的违法证据。我接过文件，快速浏览了一遍，证据确凿，足够让王志强在监狱里待上10年。董事会成员都到齐了吗？我问。都到了，他们已经等您很久了。我整理了一下西装，推门走进了会议室。会议室里的10几位董事看到我的瞬间，全部起立鼓掌。这些都是跟着我打天下的老人，5年来一直在等待我的回归。陈总，欢迎回来，这5年您辛苦了，我们都在等您呢。听着这些熟悉的声音，我内心涌起一阵暖流，至少还有人真心对我。大家坐吧。我在主位上坐下。今天回来是为了处理万达商城的问题。我把手中的文件放在桌上。王志强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司资产，挪用客户资源，这些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陈总，我们早就想处理他了，但是一直在等您的指示。财务总监老李说道。那么现在，我正式决定撤销王志强的职务，并且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我的声音冷得像冰。另外，配合他违法行为的所有人员一律开除。那林雨欣怎么办？刘明小心地问道。他是您的，他也不例外。我打断了他的话。公私分明，这是我们万达集团的原则。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我的心还是痛的。毕竟，那是我深爱了5年的女人。会议进行了2个小时，我重新接手了集团的各项事务。5年来，在董事会的共同努力下，万达集团的业务蒸蒸日上，资产已经突破1000亿。而我，那个被林雨欣瞧不起的清洁工，实际上是这个1000亿帝国的真正主人。会议结束后，我让刘明联系王志强，告诉他万达集团新任董事长要见他，地点就在万达商城的总经理办公室。好的，陈总，需要我陪您去吗？不用，我想亲自和他聊聊。下午2点，我出现在万达商城。这个商城是我3年前投资建设的，本来打算作为给林雨欣的惊喜，让他在这里实现自己的事业梦想。没想到他却在这里背叛了我。我坐着专用电梯直达总经理办公室所在的楼层。路过销售部的时候，我看到林雨欣正在和同事开会。她依然美丽，依然自信，只是不知道等会儿见到我的真实身份时，她会是什么表情。王志强的办公室在最里面，装修得很豪华。当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办公桌后面，满脸不耐烦的表情。你就是新来的董事长？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愣住了。陈浩，王总，好久不见。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翘起了2郎腿。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王志强结结巴巴地说着，脸色变得煞白。我不是什么？不是清洁工吗？我笑了笑，确实，我是不是清洁工？我从包里拿出万达集团董事长的任命书，放在他面前。我是万达集团的董事长，也是万达商城的真正老板。王志强看着任命书，整个人都傻了。他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怎么，很意外吗？我起身走到落地窗前，俯瞰着楼下的商城。这5年来，我以清洁工的身份在这里工作，看着你们的表演。不可能。王志强终于找回了声音。你怎么可能是董事长？你明明就是个清洁工。是的，我是清洁工。我转身看着他，但是我也是你们的老板。王志强的脸色从煞白变成了青紫，额头上冒出了冷汗。现在我们来算算账吧。我重新坐下，拿出另一份文件。这5年来，
你侵吞公司资产1200万，挪用客户资源价值800万，这些你认吗？王志强看着眼前的证据，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陈总，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他开始哀求，求您给我一次机会，我可以把钱都还回来。还钱？我冷笑一声，你觉得这只是钱的问题吗？我站起身，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你不仅侵吞公司财产，还睡了我的妻子，让她怀了你的孩子，这笔账你打算怎么算？王志强的脸色更加难看了。陈总，雨欣的事情我可以解释。解释什么？解释你们是怎么在酒店里偷情的。我拿出手机，播放了一段录音。录音里是王志强和林雨欣在酒店里的对话，内容不堪入耳。他们不仅讨论着如何欺骗我，还计划着等孩子出生后怎么让我净身出户。这个录音法庭上会很有用。我关掉手机，还有这些开房记录、财务造假的证据，我想检察院会很感兴趣的。王志强彻底绝望了，他跪在地上，抱着我的腿哭泣。陈总，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您饶过我这一次，我可以离开，再也不出现在您面前。现在知道求饶了。我一脚把他踢开。昨天在开业庆典上，你不是很得意吗？说我配不上林雨欣，说我只是个清洁工。王志强被踢倒在地，却不敢反抗，只是不停地磕头道歉。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林雨欣走了进来。志强，刚才有人说新董事长找你，你怎么？他的话说到一半就停住了，因为他看到了跪在地上的王志强，还有坐在老板椅上的我。陈浩，你怎么会在这里？他震惊地看着我。你怎么会坐在那里？我没有立刻回答他，而是慢慢地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林雨欣，你来得正好。我的声音很平静，我们需要谈谈，你到底是谁？林雨欣看着我身上的高档西装，眼中满是困惑和恐惧。你怎么会在总经理办公室里？我走到他面前，看着他的眼睛。我是万达集团的董事长，也是万达商城的老板。什么？林雨欣后退了一步，差点摔倒。这不可能，你明明是清洁工。是的，我是清洁工。我点了点头，但我也是你们的老板。这5年来，我一直在观察你们，看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林雨欣看着地上的王志强，再看看我，终于明白了什么。你一直在演戏。演戏？我笑了。不，我是在考验你对我的爱是否真诚，考验你在面对诱惑时是否能坚守底线。很遗憾，你们都失败了。林雨欣的脸色变得惨白，她扶着墙才没有倒下。所以，你早就知道我和志强的事情。知道。我拿出手机，开房记录、聊天截图、录音文件，我都有，包括你肚子里的孩子。我也早就做过亲子鉴定了。林雨欣捂着肚子，整个人都在颤抖。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为什么要等到现在？因为我想看看你们还能堕落到什么程度。我的声音越来越冷，结果你们没有让我失望，一次又一次地刷新了我对人性的认知。王志强还跪在地上，听到我们的对话，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他知道一切都完了。陈浩，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林雨欣哭着走向我。我被钱迷昏了头，我被权力冲昏了头脑，但我心里还是爱你的，爱我。我看着他的眼泪，心中没有丝毫波澜。如果爱我，怎么会怀上别人的孩子？如果爱我，怎么会和他合谋欺骗我？我只是……林雨欣想要解释，但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你只是什么？
只是想要更好的生活，只是想要更高的地位。我摇了摇头。林雨欣，我给过你机会的，这5年来，我一直在等你回头，等你发现自己的错误，但是你没有，你越走越远，直到走上了这条不归路。林雨欣跪了下来，抱着我的腿哭泣。陈浩，求你原谅我这一次，我愿意改正，我愿意重新开始，重新开始。我低头看着他，你觉得可能吗？我蹲下身，和他平视。林雨欣，记得5年前你对我说过的话吗？你说，如果有一天你有钱了，一定不会忘记我的好。现在你有钱了，有地位了，然后呢？你不仅忘记了我的好，还背叛了我们的爱情。林雨欣哭得更加厉害了。我没有忘记，我一直记得，我一直都记得你对我的好，是吗？我站起身，拿出一份离婚协议书。那么，签了这个吧。林雨欣看着离婚协议书，整个人都傻了。你要和我离婚？当然。我把笔也递给他。你已经怀了别人的孩子，我们的婚姻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不，我不要离婚。林雨欣撕掉了离婚协议书。我绝对不要离婚。看着林雨欣撕掉离婚协议书的疯狂模样，我反而更加冷静了。林雨欣，你觉得撕掉这张纸就能改变什么吗？我重新坐回椅子上。我可以打印无数份，我不管。林雨欣像个疯子一样冲向我。我不要离婚，我们有5年的感情，你不能就这么抛弃我。我轻易地拦住了他，将他推开。5年的感情，你在背叛我的时候，有想过这5年的感情吗？王志强这时候爬了起来，想要偷偷溜走，却被我叫住了。王志强，我允许你走了吗？他僵在原地，不敢动弹。跪下。我的声音很平静，但却有着不容置疑的威严。王志强乖乖地跪了下来。这时，办公室外面传来了敲门声。刘明的声音响起：“陈总，警察来了，让他们进来。”我说。很快，几名警察走进了办公室，看到眼前的场景，他们都愣了一下。哪位是报案人？其中一名警察问道。是我。我起身迎接他们。我是万达集团董事长陈浩，举报这2个人涉嫌职务侵占和商业欺诈。我把准备好的证据递给警察，这些是他们的犯罪证据，包括财务造假记录、资金挪用证明等。警察接过证据，快速浏览了一遍，脸色变得严肃起来。王志强、林雨欣，你们涉嫌职务侵占和商业欺诈，请配合我们调查。不，林雨欣像疯了一样冲向我。陈浩，你不能这么对我，我怀着孩子，你怎么能让我去坐牢？孩子，我冷笑一声，那是王志强的孩子，和我有什么关系？警察听到这话，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人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很简单，我指着林雨欣，这位林女士是我的妻子，但她肚子里怀的是王志强的孩子。他们不仅有不正当关系，还合谋侵占公司财产。警察了解了情况后，开始执行抓捕。陈浩，林雨欣被铐上手铐的时候，歇斯底里地叫着我的名字。你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我唯一后悔的就是认识了你。我头也不回地说道。王志强被带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眼中满是怨恨和不甘。但此时此刻，他已经无力回天了。等警察带走他们后，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刘明。陈总，您还好吗？刘明关心地问道。我走到落地窗前，看着楼下人来人往的商城大厅，那些普通的顾客们正在享受着购物的快乐。他们不知道这里刚刚发生的一切。我很好，我说，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我心里还是有些空虚。毕竟那是我深爱了5年的女人，即使她背叛了我，即使她伤害了我，我对她的感情也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陈总，万达商城的人事调整，您打算怎么安排？刘明问道。把和王志强、林雨欣有关的人员都清理掉。我说，重新招聘一批有能力、有品德的员工。好的，我马上安排。还有，明天召开全体员工大会，我要亲自宣布这件事。刘明点了点头，然后小心地问道：陈总，您打算重新公开身份吗？我想了想，说道：是时候了，隐藏了5年，也该回到现实中来了。当天晚上，王志强和林雨欣被抓的消息就在万达商城传开了，员工们议论纷纷，都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人说是因为财务问题，有人说是因为作风问题，但没有人知道真相。我回到家，看着空荡荡的房子，突然觉得很累。这5年来，我一直在演戏，演一个普通的清洁工，演一个贫穷的丈夫，演一个被妻子瞧不起的男人。现在戏演完了，我却发现自己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拿出手机，看到有很多未读消息，有董事会成员的问候，有媒体的采访请求，还有一些老朋友的关心，但是没有林雨欣的消息。我知道她现在正在警察局里接受调查，可能已经没有机会给我发消息了。我走到阳台上，看着城市的夜景。5年前，我也是站在这里，下定决心要隐瞒身份，去追求真爱。5年后，我还是站在这里，只是身边的人已经不在了。我拿出手机，给刘明发了条消息：明天的员工大会安排在商城的中央广场举行，邀请所有员工参加。另外，联系媒体，我要公开宣布重新担任万达集团董事长。是时候让所有人知道真相了。那些曾经嘲笑我、瞧不起我的人，都会知道他们嘲笑的是什么样的人。那些曾经被林雨欣和王志强欺负的员工，也会得到应有的补偿。而我将重新站在属于我的位置上，不再隐藏，不再伪装。第2天早上，我很早就来到了万达商城。今天的员工大会将是一个新的开始。刘明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中央广场搭起了临时舞台，音响设备也已经调试完毕。陈总，媒体也来了不少。刘明汇报道，财经频道、商业周刊，还有本地的几家电视台。很好，我点了点头。今天之后，所有人都会知道真相。我换上了最正式的西装，站在镜子前，看着镜中的自己。5年了，我终于要重新成为真正的自己了。上午10点，万达商城的中央广场聚满了人，除了商城的所有员工外，还有不少媒体记者和围观的顾客。大家都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需要召开这么大规模的员工大会。我站在后台，透过缝隙看着台下的人群，其中有不少是我这5年来每天都会见到的同事。他们曾经对我指指点点，曾经嘲笑我的贫穷，曾经瞧不起我的卑微。今天，我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嘲笑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陈总，可以开始了。刘明提醒我。我深吸一口气，走上了舞台。台下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我，眼中满是困惑。他们认识我，那个每天负责清洁工作的陈浩，但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大家好，我是陈浩。我拿起话筒，声音清晰地传遍整个广场，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认识我。
台下开始有人窃窃私语：那个不是清洁工陈浩吗？他怎么会站在台上？是啊，他穿的那身西装看起来很贵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等台下安静一些后，继续说道：5年前，我以清洁工的身份来到万达商城工作。这5年来，我见证了这里的发展，也见证了人性的复杂。我停顿了一下，环视台下的人群。今天，我要向大家公布一个真相。我从口袋里拿出万达集团董事长的任命书，高高举起。我，陈浩，是万达集团的董事长，也是万达商城的真正老板。台下瞬间爆发出巨大的议论声，有人惊叫，有人不敢相信，更多的人是震惊的说不出话来。这不可能，清洁工怎么可能是董事长？这一定是开玩笑的。我举起手，示意大家安静。我知道这很难相信，但这就是事实。这5年来，我一直以普通员工的身份工作在这里，观察着每一个人，了解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台下有人认出了我身边的刘明，开始小声议论：那不是万达集团的总裁助理吗？他怎么站在陈浩身边？如果他真的是清洁工，怎么可能认识万达集团的高层？我继续说道：昨天，前总经理王志强和前销售总监林雨欣因为职务侵占和商业欺诈被警方带走。这5年来，他们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司财产超过2000万元。台下再次爆发出议论声，这次更加激烈。什么？王总和林总监被抓了？原来他们真的有问题，难怪公司最近的财务状况不太好。我看着台下那些曾经嘲笑过我的员工，他们现在的脸色都变得很难看，特别是那些平时和王志强、林雨欣走得比较近的人，此刻正惊恐地看着我。现在，我宣布万达商城的重组方案。我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所有参与违法行为的员工将被立即开除，所有曾经被不公正对待的员工将得到应有的补偿和重新安排。台下有人开始窃窃私语，讨论着自己的命运。另外，为了弥补这5年来万达商城在管理上的失误，公司将对所有受损失的员工进行经济补偿，总金额不少于5000万元。这个消息让台下的议论声更加热烈了。就在这时，人群中有人站了起来，是销售部的小张，一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女孩。陈总，我有个问题。她的声音有些颤抖。你说。我看着她。如果您真的是董事长，为什么要隐瞒身份来做清洁工？他问出了所有人心中的疑问。我看着他，想起了这个女孩刚来公司时的单纯模样。后来在林雨欣的影响下，她也变得势利起来，经常对我冷嘲热讽。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说，我隐瞒身份，是想看看在没有金钱和地位的光环下，什么样的人会对我真诚相待？什么样的人会露出真面目？我环视台下的人群，这5年来，我见识了太多的人性。有人因为我的贫穷而瞧不起我，有人因为我的卑微而嘲笑我，有人甚至背叛了我们的感情。说到这里，我的声音有些哽咽。林雨欣的背叛，确实是我心中最大的痛，但是我也遇到了一些好人。我看向人群中的老李，那是清洁部的一个老员工，5年来一直对我很友善。有人在我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有人在我被欺负的时候为我说话，这些人我都记在心里。老李听到我的话，眼中闪着泪光。他大概怎么也没想到，那个他帮助过的小清洁工竟然是公司的老板。所以
今天的人事调整不仅仅是清理害群之马，更是要提拔那些真正有品德的员工。我宣布道：老李，从今天起，你担任万达商城的后勤部主任。老李激动地站了起来，眼泪都流了下来。陈总，谢谢您，谢谢您。台下响起了掌声，但我知道，很多人鼓掌是因为害怕，而不是因为真心祝贺。接下来，我又宣布了一系列人事调整，那些曾经欺负过我的员工，基本上都被降职或者调离了重要岗位，而那些曾经善待过我的员工，都得到了提拔。最后，我要说的是，我的声音在广场上回荡，万达商城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们将以诚信为本，以品德为先，打造一个真正优秀的企业文化。任何人，无论地位高低，都应该受到尊重；任何人，无论贫富贵贱，都有自己的尊严。这是我们万达集团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我希望每一个员工都能够牢记的准则。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但我知道，这掌声里既有真诚的敬佩，也有恐惧的迎合。不过，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从今天开始，我不再需要隐瞒自己的身份，不再需要忍受别人的嘲笑和轻视。我，陈浩，万达集团董事长正式回归了。员工大会结束后，各大媒体的记者们围了上来，争相采访这个戏剧性的新闻。陈董事长，您能详细说说为什么要隐瞒身份5年吗？一名财经记者问道。我整理了一下思路，说道：5年前，我刚创立万达集团不久，事业虽然成功，但我发现自己很难遇到真诚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爱人，似乎都是冲着我的财富来的。所以您决定隐瞒身份。是的，我想体验一下普通人的生活，也想看看什么样的人会真心对待一个贫穷的清洁工。我的语气有些苦涩，结果让我很失望。您的妻子也不知道您的真实身份吗？另一名记者追问。他不知道。我点了点头。我以为他爱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我的钱。但事实证明，我错了。记者们对这个故事显然很感兴趣，纷纷提出各种问题。我耐心地回答着，但内心却在想着别的事情。林雨欣现在在哪里？她在警察局里会说什么？她是否后悔自己的选择？采访结束后，我回到了顶层的董事长办公室，这里是我5年前的工作场所。现在重新回来，感觉既熟悉又陌生。刘明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陈总，这是警察局发来的调查进展报告。我接过文件，快速浏览了一遍。王志强已经全部认罪，证据确凿，等待他的将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而林雨欣的情况比较复杂，他虽然参与了一些违法行为，但主要是受王志强的影响，加上他怀有身孕，可能会得到从轻处理。他说什么了吗？我问道。据警察说，他一直在为自己辩护，说他是受到王志强的蒙蔽才做错事的。刘明汇报道。他还说希望能见您一面。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告诉警察，我不想见他。好的，陈总。刘明正要离开，我又叫住了他。等等，万达商城的财务损失统计出来了吗？出来了。刘明拿出另一份文件。王志强和林雨欣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计2100万元，间接损失大约5000万元。我看着这些数字，心情很复杂。这些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万达集团的年利润超过100亿，但这代表的是背叛和欺骗。
是我5年感情的全部付出。陈总，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刘明欲言又止，说吧，今天上午林雨欣的父母来了，他们想见您。我皱了皱眉头，他们说什么了？他们为女儿的行为道歉，希望您能够原谅她。刘明小心地说道，他们说林雨欣是真心爱您的，只是一时糊涂才犯了错误。我冷笑一声，真心爱我？如果真心爱我，会怀上别人的孩子吗？他们还说，如果您愿意原谅林雨欣，他们愿意倾家荡产来补偿您的损失。让他们走吧。我摆了摆手，我不想见他们。刘明点了点头，正要离开，我又想起了什么。对了，那些被林雨欣和王志强排挤的员工都重新安排了吗？都安排了。刘明汇报道，小王重新回到了销售部，并且提拔为副主管，小李调到了客服部当经理，还有几个被无故辞退的员工，我们也联系了他们，他们都愿意回来。很好，我满意地点了点头，让他们知道万达集团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好员工。当天晚上，我没有回家，而是在办公室里过夜。家里有太多关于林雨欣的回忆，我现在还不想面对。第二天早上，我被电话铃声吵醒，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你好，请问是陈浩先生吗？电话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是，您是？我是林雨欣的妈妈。对方的声音有些哽咽。先生，求您见我们一面，求您了。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林女士，我理解您作为母亲的心情，但是有些事情不是道歉就能解决的。我知道，雨欣对不起您。林妈妈哭着说道，但是她真的知道错了。她在警察局里天天哭，说她对不起您，说她悔不当初。如果她真的后悔，当初就不会做出背叛的事情。我的声音很冷，先生，雨欣她怀着孩子，如果进了监狱，孩子怎么办？林妈妈哀求道，求您看在她怀孕的份上，原谅她这一次。孩子，我冷笑一声，那是王志强的孩子，和我没有关系。先生，林女士，我最后说一遍。我打断了她的话，这件事到此为止，请您不要再联系我了。说完，我挂断了电话，并且把这个号码拉入了黑名单。我知道这样做可能很残酷，但我已经给过林雨欣太多机会了，5年的时间足够她证明自己的真心，但她选择了背叛，现在她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中午的时候，刘明又来汇报工作，陈总，万达商城的重组工作基本完成了，新的管理团队已经到位，财务部门也重新进行了审计。很好，我点了点头。还有什么问题吗？有一个情况需要向您汇报。刘明的表情有些严肃。王志强的妻子来找过我们，他要求离婚，并且要求分割王志强的财产。我想了想，说道，他的要求合理吗？从法律角度来说，是合理的。刘明解释道，王志强的违法行为不影响他的合法权益，那就按法律程序处理吧。我说，我们不要为难一个无辜的女人。好的，陈总。就在这时，我的私人电话响了，是一个我熟悉的号码，是我的大学同学张伟。老陈，你最近上新闻了啊？张伟的声音很兴奋。我刚看到报道，你居然是万达集团的董事长。是的，我笑了笑。怎么，很意外吗？何止是意外，简直是震惊。张伟感叹道，我记得大学时你就很低调，没想到居然这么厉害，只是运气好而已。老陈，我听说你老婆那个，你还好吗？张伟小心地问道。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已经过去了。兄弟，如果需要帮忙，
随时找我。”张伟真诚地说道：“虽然我帮不上什么大忙，但至少可以陪你喝酒。”听到老朋友的关心，我心里暖暖的。谢谢，有时间我们聚聚。挂断电话后，我突然想到，也许是时候重新开始社交了。这5年来，为了维持清洁工的身份，我几乎断绝了所有的朋友关系。现在，我要重新做回自己了。1周后，林雨欣的案子有了结果。由于她是从犯，加上怀有身孕，法院判决她缓刑执行，但必须退赔所有违法所得，并且3年内不得从事相关行业。王志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00万元。我收到判决书的时候，心情很平静。这个结果在我意料之中，法律就是法律，不会因为个人情感而改变。刘明敲门进来：“陈总，林雨欣出来了，他想见您。”我说过了，我不想见他。我头也不抬地说道。但是他就在楼下，已经等了3个小时了。刘明有些为难，保安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放下手中的文件，走到落地窗前。楼下的广场上，一个熟悉的身影坐在花坛边上，正是林雨欣。她穿着一身朴素的衣服，肚子已经很明显了。她就那样静静地坐着，偶尔抬头看看我所在的楼层。他说什么了吗？我问道。他说：“如果您不见他，他就一直等下去。”刘明回答。我看着楼下的他，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那个女人曾经是我最爱的人，现在却成了陌生人。让保安请他离开，我最终还是做出了这个决定。如果他不走，就报警。好的，陈总。但是刘明刚要离开，我又叫住了他。算了，让他上来吧，就见这一面，把话说清楚。刘明点了点头，下去安排了。10分钟后，林雨欣被带到了我的办公室。她的脸色很憔悴，眼睛红肿，显然哭了很久。陈浩，他看到我的瞬间，眼泪就流了下来。坐吧，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语气很平静。林雨欣小心翼翼地坐下，双手放在肚子上，不知道该说什么。说吧，你想说什么？我直接问道。我想向你道歉。他的声音很小。我知道我做错了，我对不起你。现在知道对不起了。我冷笑一声。那么，你觉得一句对不起就能弥补一切吗？我知道不能。林雨欣哭得更厉害了。但是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真的很后悔。后悔什么？后悔被发现了，还是后悔没有得到更多的好处？我的语气很冷。都不是。林雨欣激动地站了起来。我后悔背叛了你，后悔伤害了你，后悔没有珍惜我们的感情。我也站了起来。林雨欣，你还有脸提感情？我走到他面前，看着他的眼睛。5年前，你为了房租发愁的时候，是谁帮助了你？你生病住院的时候，是谁日夜照顾你？你找工作屡屡碰壁的时候，是谁鼓励你、支持你？林雨欣低下了头，不敢看我的眼睛。现在你有钱了，有地位了，就觉得我配不上你了。我的声音越来越冷。你宁愿和王志强那种人在一起，也要甩掉我这个于井号39，穷鬼于井号39。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林雨欣急忙解释，我从来没有觉得你配不上我，我只是什么？只是被王志强的权势迷昏了头，只是想要更好的生活。我打断了他的话。林雨欣，说实话吧，不要再撒谎了。林雨欣沉默了很久，最后说道：“是的，我承认，我是被他的权势迷住了。我以为跟着他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以为
你以为我只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清洁工，永远不可能给你想要的生活。我替他说完了后半句，对不起，陈浩，我真的知道错了。林雨欣跪了下来，求你原谅我，求你给我一次机会。我看着跪在地上的他，心中没有丝毫波澜。林雨欣，起来吧。我说，你知道吗？如果你当初坦诚地告诉我，你想要更好的生活，我会理解的。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了，想要分手，我也会成全你的。但是你选择了欺骗，选择了背叛，你让我当了几个月的冤大头，让我以为那个孩子是我的。我坐回椅子上，语气变得平静。更让我心寒的是，你和王志强合谋欺骗我，想要让我净身出户，这就不仅仅是背叛了，这是恶毒。林雨欣哭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地说着对不起，我给过你机会的。我继续说道，这5年来，我一直在等你发现自己的错误，等你回头，但是你没有，你越走越远，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站起身，走到门边，你走吧，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陈浩，求你了，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林雨欣爬过来，抱住我的腿，我愿意做任何事来弥补我的错误，任何事。我低头看着他，那你能让时间倒流吗？你能让你肚子里的孩子变成我的吗？你能让那些背叛从未发生吗？林雨欣愣住了，他知道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既然不能，那就别说什么任何事了。我轻轻推开他，有些错误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我走向门口，准备离开办公室。陈浩，林雨欣在我身后大声叫道，你知道吗？我其实早就怀疑你的身份了。我停下脚步，转身看着他，你以为我真的那么蠢吗？林雨欣擦干眼泪，站了起来。一个清洁工怎么可能有那么好的谈吐？怎么可能懂那么多商业知识？怎么可能在关键时刻拿出那么多钱？我皱了皱眉头，没想到他会说这些。我早就猜到你可能不是普通人，但我装作不知道。林雨欣的语气变得有些歇斯底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想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你在撒谎。我冷冷地说道。我没有撒谎。林雨欣大声说道。你以为只有你在演戏吗？我也在演戏。我演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我演一个被权势迷惑的女人。我想看看你到底有多爱我。我看着他疯狂的样子，心中涌起一阵悲哀。到了这个时候，他还在撒谎，还在试图为自己开脱。如果你早就知道，为什么要怀上王志强的孩子？我问道。林雨欣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她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因为你在撒谎。我走向她。林雨欣，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你还不愿意说实话吗？林雨欣终于崩溃了。我说不出口，我不敢说实话。为什么不敢？因为我怕你更加恨我。她哭着说道。因为真相比你想象的更加可怕。什么真相？我盯着林雨欣，心中涌起不祥的预感。林雨欣抱着肚子，瘫坐在椅子上，整个人都在颤抖。她闭上眼睛，似乎在做最后的挣扎。说吧。我的声音很冷。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这个孩子，林雨欣颤抖着开口，这个孩子不是王志强的。我愣了一下，什么意思？亲子鉴定的结果是假的。林雨欣抬起头看着我，眼中满是绝望。这个孩子是你的。我感觉脑中一片空白，这个答案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不可能。我摇着头，亲子鉴定是我亲自安排的，绝对不可能有假，是王志强安排人做的假报告。林雨欣哭着说道。他威胁我，如果我不配合他演这出戏，他就要毁掉我。
我感觉天旋地转，一下子坐到了椅子上。你的意思是，你们一起演戏骗我？为了什么？为了钱。林雨欣的声音小得像蚊子。王志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他想要敲诈你。我死死地盯着他，他怎么知道我的身份？是我告诉他的。林雨欣彻底崩溃了。我早就知道你是万达集团的董事长，从3年前就知道了。3年前，我的声音在颤抖。你是怎么知道的？有一天，我去给你送饭，看到你和刘明在说话。林雨欣回忆着，我听到他叫你陈总，然后我偷偷调查了一下，就知道了真相。我感觉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原来这3年来，他一直都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拆穿我？因为我想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林雨欣擦着眼泪，我想看看你是真的爱我，还是只是在玩弄我。所以你就和王志强合伙来试探我。我的怒火开始燃烧。你们设计了这么一出戏，让我以为你背叛了我，让我以为孩子不是我的。王志强说，只有这样才能测试出你对我的真心。林雨欣哭着解释，如果你真的爱我，就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就抛弃我。荒谬！我猛地站了起来，这是什么狗屁逻辑？我知道这很荒谬，但我当时被他说服了。林雨欣绝望地说道。他说，如果计划成功，你会原谅我，我们还能在一起。如果失败了，他会给我一大笔钱让我离开。我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试图消化这个震撼的真相。所以，你和王志强的关系是假的，是假的。林雨欣点头。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在一起过，那些开房记录都是伪造的，那些录音也是我们演出来的。那你们在酒店里做什么？只是待着，什么都没做。林雨欣说，王志强每次都会安排摄像师拍一些照片，但都是摆拍的。我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崩塌了。这5年来我以为的一切，原来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那满月宴上的事情呢？你们为什么要在众人面前表现得那么亲密？那是剧本的一部分。林雨欣痛苦地说道。王志强说，只有让你在众人面前难堪，你才会真正愤怒，才能测试出你的底线。我突然想起了什么，那财务造假的事情呢？那些证据呢？那些是真的。林雨欣低下头。王志强确实侵吞了公司的钱，我也确实帮他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威胁我说，如果我不配合，他就会把你的真实身份公开，让你在商界颜面扫地。林雨欣哭着说道，我害怕你受到伤害，所以就答应了。我感觉自己快要疯了。这个女人，她以为自己是在保护我，实际上却在伤害我。林雨欣，你知道吗？我走到她面前，语气冰冷，你们的这场戏差点就成功了。什么意思？我差点就相信了你们的表演，差点就真的恨上了你。我的声音在颤抖。如果不是我及时发现了真相，如果不是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们在撒谎，我可能真的会一辈子误解你。林雨欣抬起头看着我，眼中闪过一丝希望。那你现在，你还爱我吗？我看着他，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爱吗？我还爱他吗？林雨欣，你知道吗？真相有时候比谎言更加残酷。我缓缓说道，如果你真的背叛了我，我反而能够彻底死心。但是现在，你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假的，告诉我你其实是爱我的，这让我更加痛苦。为什么？林雨欣不理解。因为你不信任我。我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刀子一样割在他心上。你宁愿相信王志强的鬼话，也不愿意直接问我。你宁愿和他合伙演戏，
也不愿意和我坦诚相待。林雨欣想要解释，但却说不出话来。5年了，林雨欣，我继续说道，我们在一起5年了，你还是不了解我。你以为我会因为你没钱就看不起你？你以为我会因为你不够优秀就抛弃你？你对我的爱就是这么没有信心的吗？林雨欣彻底崩溃了，她跪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对不起，陈浩，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看着他，心中的怒火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失望。起来吧，我说，你怀着孩子，别跪了。林雨欣慢慢站起来，眼中还带着一丝希望。那你能原谅我吗？我沉默了很久，最后说道，林雨欣，我们结束吧。什么？林雨欣不敢相信，可是真相已经大白了，孩子是你的，我没有背叛你，但你不信任我。我打断了他的话，爱情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信任，你连这个都做不到，我们还能继续在一起吗？我可以改的，我以后一定会信任你的。林雨欣急忙说道。太晚了，我摇了摇头，有些伤害一旦造成就无法修复了。这3个月来，我经历了人生最痛苦的时期。我以为我最爱的女人背叛了我，我以为我的孩子不是我的，这种痛苦你能体会吗？林雨欣低下了头，不敢再说话。现在你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假的，这并不能消除我内心的创伤。我的声音很平静，但字字如刀。相反，这让我更加痛苦，因为我知道这些创伤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走到门边，准备结束这次谈话。我们离婚吧，林雨欣，孩子我会负责抚养，你可以定期探望，但我们之间真的结束了。3个月后，万达商城重新装修开业。作为万达集团的董事长，我亲自主持了开业仪式。与5年前的那个清洁工相比，现在的我站在台上，接受着所有人的敬仰和掌声，但我的心情却并不轻松。台下的人群中，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林雨欣站在远处的角落里，怀抱着一个婴儿，那是我们的孩子，1个月前出生的男孩。他没有走近，只是远远地看着我，眼中满是复杂的情绪。仪式结束后，我没有去见他。虽然孩子是我的，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结束了。法院已经判决我们离婚，孩子的抚养权归我，他有探视权。陈总，今天的仪式很成功。刘明走到我身边汇报，媒体的反响也很好，都在称赞万达商城的重新崛起。我点了点头。王志强的案子怎么样了？已经判决了，10年有期徒刑。刘明说，他在狱中写了一封信给您，要我转交。我接过信封，没有立刻打开。王志强虽然被林雨欣利用了，但他确实侵吞了公司财产，这是不争的事实。林雨欣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我问道。他找了一份普通的工作，在一家小公司做文员。刘明小心地说道，听说生活很拮据，但他没有向您要过1分钱。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道，给他账户里转100万，算是孩子的抚养费。好的，陈总，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但他毕竟是孩子的母亲，我不能让孩子的母亲过得太艰难，这对孩子的成长不利。回到办公室，我打开了王志强的信，信的内容很简短。陈总，我知道道歉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我还是想说声对不起。林雨欣是真心爱您的，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试探您的真心，虽然方法错了，但初衷是好的，希望您能够原谅她，给她一次机会。我看完信，将它撕成了碎片。王志强到现在还不明白，
有些错误是无法用初衷是好的来辩解的。晚上，我回到了家，这是我新买的别墅，没有任何关于林雨欣的回忆。保姆已经给孩子喂过奶，孩子正在婴儿床里安静地睡觉。看着他小小的脸庞，我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这个孩子是我和林雨欣爱情的结晶，但也是我们关系破裂的见证。先生，有位女士在门外，说是孩子的母亲。保姆小心地汇报。我皱了皱眉头，走到窗边往外看。林雨欣站在院门外，手里拿着一个包裹。让她进来吧，我说。很快，林雨欣被带到了客厅。她的脸色很憔悴，明显瘦了很多，但精神状态看起来比之前好一些。陈浩，谢谢你转给我的钱，她说，但我不能要，我已经让银行退回去了。为什么？我问道。那是给孩子的抚养费，我知道，但我不能要。林雨欣坚持道，我犯了错误，就应该承担后果，我不想再给你添任何麻烦。我看着他，心中有些意外。以前的林雅欣总是想要更多的钱，更好的生活，现在的他却拒绝了我的资助。你想怎么样？我问道。我想亲自抚养孩子。林雨欣说，我知道法律上他的抚养权归你，但我希望能够照顾他。你现在的收入能够抚养孩子吗？我会努力的。林雨欣的眼中闪着坚定的光芒。我已经在学习新的技能，准备创业，我不会再依赖任何人。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孩子跟着我比较好，我能给他更好的生活条件。我知道。林雨欣点头，但孩子需要母亲的陪伴。我不要抚养权，但我希望能够经常照顾他。我看着婴儿床里的孩子，心中在做着艰难的决定。你可以每周来看他2次，我最终说道，但不要抱有任何复合的幻想。我明白。林雨欣的眼中闪过一丝失落，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我不会再打扰你的生活，我只想做一个好母亲。她从包裹里拿出一些婴儿用品，这些是我给孩子买的，虽然不贵，但都是我精心挑选的。我看着那些普通的婴儿用品，心中涌起一阵酸涩。以前的林雨欣从来不会关心这些琐碎的事情。谢谢，我说。那我走了。林雨欣站起身，记得给孩子盖好被子，最近天气转凉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突然有种冲动想要叫住他，但我最终还是忍住了。有些感情一旦破裂就无法修复，即使他现在改变了，即使他真的爱我，我们之间的信任已经无法重建了。2年后，万达集团在我的带领下发展得更加壮大，成为了行业内的领军企业。我也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努力忘记过去的痛苦。孩子健康地成长着，林雨欣每周都会来看他，给他讲故事，陪他玩耍。他再也没有提过复合的事情，只是默默地做着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事情。而我虽然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感情上却一直空虚着。我尝试过和其他女人约会，但都无法投入真心。也许有些伤害真的需要时间来愈合，也许有些人一旦失去就真的无法挽回了。但生活还要继续，孩子还要成长，我还有责任要承担。看着孩子天真的笑脸，我告诉自己，这样就够了。有些爱情注定只能成为回忆，有些人注定只能在回忆里重逢，而我将带着这些回忆继续走下去。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
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